外来种的鸟类威胁了台湾本土的物种吗？哪一种鸟类占据了台湾湿地的地区？但是这种鸟类其实在古代可以说是一种神圣的物种哦，神圣不可侵犯的物种。今天我们来带大家来聊聊这种神圣的鸟类，但是后来竟然变成了外来入侵种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聊自然。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话题，那就是台湾的外来入侵种的鸟类之一——埃及圣玄。首先，我们先提提这个名字——埃及圣玄的“玄”这个字。我们在读音的时候，其实很常会有人读成埃及圣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常常有边读边，没边读中间，所以这个字常常会变成"环"这个字。但其实这个字的真正的读音应该称为"玄"才对。在中文的读音中，"玄"这个字是代表着水鸟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字得知，这个鸟类是水鸟的其中一种，所以它称为埃及圣玄。所以记得喽，这种鸟类叫埃及圣玄，不是埃及圣环哦。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有趣，但是后来又被列为百大入侵种的物种之一——埃及圣玄。埃及圣玄原产在非洲，是一种相当大型的鸟类。我们看一下后面这张图，这个就是埃及圣玄在非洲原产的区域，整个非洲大陆几乎都有分布。它的体长可以到达65公分到89公分之高，重量最重可以到达1.5公斤左右，展翅可以到达112公分以上。全身是白色的，但是颈部到头部的地方是呈现黑色的地方，嘴巴也是黑色的，尾巴也是黑色的。除了埃及圣玄之外，它还有其他的名字，被称为埃及圣朱鹭，或者还有一种名称称为圣玄。而为什么有圣玄之说呢？其实，在几千年前，也就是古埃及时代的时候，埃及圣玄是一种非常有名的鸟种。在古埃及时，他们信仰了一个神明，这个神明被称为托特。托特在古埃及神话中是代表了许多的意思的，它代表了智慧、写作、魔法和月亮之神。同时，它也代表了文学、医学、数学的守护神，而且它被认为是一个光明跟黑暗、生命和死亡之间的媒介者。所以，托特在古埃及神话中占有一定的地位。它的造型很特殊，你可以看后面这张图，它是一个有着圣玄头的神明。在许多的壁画中，你可以看到托特拥有的一本书，这本书被称为托特的书的卷轴，其中包含了所有的知识和智慧的秘密。它的外形就像图片中展示的一样，有着圣玄头的一个男性，手持的魔杖和卷轴，分别象征的智慧、魔法跟知识。所以，埃及圣玄在古代的时候，可以说是一种接近神明的代表的鸟类之一。古埃及人认为，圣玄可以带领着死者走向死亡后的道路，所以埃及圣玄常常被制成木乃伊，当做一个陪葬品。不过，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，这种行为、这种习俗，反而造成了埃及圣玄的大量的减少。古埃及人会把圣玄制造成木乃伊，作为献给托特神的献祭。依照估计，古埃及时代至少有800万只以上的鸟类被制成木乃伊。埃及圣玄可能占有一定的数量以上，被古埃及人制造成木乃伊，并且埋葬、陪葬。可以想象这个数量之庞大，现在人认为以前在古埃及的时候，可能有养殖埃及圣玄的地方的存在，并且进行大量的养殖，才能满足大量的需求。虽然埃及圣玄原产在非洲地区，不过呢，它可是一个知名的外来入侵种。在欧洲，埃及圣玄被认为是百大入侵种之一。从1970年代的中期，第一批的埃及圣玄就被带到欧洲。在1980年代的附近，欧洲的地方开始发现有入侵的现象。在2016年起，埃及圣玄在欧洲被列为百大入侵种之一，被列到外来入侵种的名录中。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都发现有圣玄的存在。
而排除到欧洲以外呢，在台湾，1984年9月9号的时候，首次发现埃及圣玄是发现在关渡平原上，当时发现大概有6只左右的数量，有人推测是动物园跑出来的。到了1988年以后呢，估计已经有上百只以上的数量。经过了10几年之间、20几年之间，几年前的调查，台湾至少有上万只以上的个体出现。在前几年，最知名也最轰动的就是新闻的报道，大量的埃及圣玄的筑巢在台南跟嘉义地区，许多人利用空拍机拍下了台湾沿海的地方，大量的埃及圣玄筑巢繁殖，上片了各大的新闻媒体，上片了各大的版面。而这种鸟类的主食呢，因为它是大型的水鸟，最主要的主食就是大型的直翅目的昆虫，例如蝗虫、蟋蟀、螽斯都是它的食物之一。小型的脊椎动物、甲虫类、甲壳类、贝类、鱼虾之类都是它的主食之一。这个跟台湾有许多的原生种的水鸟，或者是迁移的原生种的水鸟有所竞争。例如许多鹭鸶科的动物，它也是利用同样的栖地跟食物。常常你可以看到白鹭鸶或者是牛背鹭之类的生物栖息在湿地草原，这些也是吃同样的食物跟栖地。从2018年以后，林务局开始积极的进行外来种的埃及圣玄的移除，他请的猎人合作，开始移除这些埃及圣玄。到了2021年的新闻中，提及了至少移除了15405只的数量，超过了上万只。而这几年的时间，他们希望有机会可以将埃及圣玄全部移除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移除埃及圣玄的国家之一。林务局希望在这几年有机会将埃及圣玄完全移除，使得野外再也没有出现这个外来种的生物。虽然它是一个美丽又大型的鸟类，但是外来种总是会侵害到许多的物种，移除是必要的行为。如果不移除，可能会造成许多的生态的失衡，例如许多的外来种的入侵都会造成许多生态环境的破坏。经过我们的了解，你对这一个物种有更加了解了吗？在古埃及的时代，它可是一种神圣的鸟类，入侵到许多的地区，造成许多的威胁，但是它还是一个很特殊的物种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如果喜欢频道，请记得订阅跟分享们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